恭喜你啊，王医生，你怀孕了。怀孕？检查报告显示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成了秦医生的地下情人，本来只是一场替父求药的交易，没成想我现实中一些。做情人得懂得自觉，懂吗？秦先生，我听说你要结婚了。是，我是要结婚了，跟宋氏千金宋子怡。那我……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情人，上得了我的床，不代表你能进我家后宫。秦先生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尽快搬离这里，给你和宋小姐腾地方。我不会让子怡住别的女人住过的地方。既然你想搬走，随便，断干净点就好。我不喜欢留下痕迹。通知，请各单位医生速来308号病房进行急救。急救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一个有钱人家大小姐海鲜过敏，起了些疹子而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心理垂危呢。真是麻烦大家了，我只是海鲜过敏而已，没关系的。我未婚妻要是有任何差池，秦家将会撤资一切医疗支持。深，你就不要吓他们了，是我自己贪吃海鲜，所以过敏了，涂点药就好了。你让他们先散了吧，留一个女医生给我检查就好了。那麻烦你给我们留一位女医生。那就问治温医生吧。温医生，温医生是我们医院最年轻的外科医生，手术无败率，宋小姐结合他绝对放心。那温医生，就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了。应该的。孕检单？难道说温医生怀孕了？宋小姐误会了，这是我之前的一位病人落下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宋小姐，我现在需要给你其他部位上药，麻烦你先把上衣脱掉。哦，那医生，你就先回避一下呗。检查好了叫我。那个，我未婚夫他比较爱折腾。没事。温医生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私密一点的问题？您说，就是什么样的女生会比较容易怀孕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是妇科医生，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不了解。医生说我是多囊体质，不容易怀孕，可是我未婚夫他执意要死，所以我还是想给他生一个孩子。宋小姐还年轻，孩子肯定会有的。那就借问医生吉言了。宋小姐，我药已经给你上好了，那你先早点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他有未婚妻给他生孩子，我的孩子算什么？金医生，你想要干什么？这里是医院，请自重。把孕检单给我。我不喜欢向你透露患者的隐私。我秦以身想知道的事就没有隐私，是你自己告诉我，还是我带你去查？你还给我！
看到了吧？怀孕的人根本就不是我。那你刚刚慌什么？作为医生，我有责任为患者保守。还好当时检查没有死情。没怀孕就好。金医生，如果我真的怀孕了，你会怎么做？跟了我这么久，还问这么天真的问题？我秦家是不允许有私生子。是啊，文之，你怎么会问这样天真的问题？他即将要跟宋子怡结婚，往后会有名正言顺的孩子。秦先生放心，我就算怀孕了，也会打掉的。知道分寸就好。哥，让你照顾子怡姐，你怎么自己跑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我一个人在医院待着无聊，所以才让佳佳来陪我的。你不会生气吧？宋子怡，现在也没有外人，你能不能别演了？医生，我们只是互相利用，我帮助你摆脱家族关系，你助我顺利继承秦氏。人前做做样子就好了，人后也不必藏着掖，以免造成误会。哥，子怡姐对你一片深情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要是太闲的话，我也不介意一张机票送你去非洲救助难民。下周就是订婚宴了，我不希望有任何差错，好自为之。子怡姐，我哥脾气就那样，你别太在意。没关系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哥有一个前女友，是个医生，是叫温之，是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难道你们见过了？不仅见到了，而且她好像还怀了你哥的孩子。什么？那我肯定得告诉我哥。哎，这种小事，有这个做妻子的会替他承担。秦总，温小姐已经搬离了浅水湾，也拒绝了你的分手补偿。他倒是走得干脆。秦总，您心里明明是喜欢温小姐，跟宋家的联姻也是权宜之计，您为什么不直接跟温小姐说明白啊？家族夺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等我顺利继承之后，我会跟他解释的。温之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哎呀，身体不好就不要做饭了。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几年啊，多亏了你男朋友的特效药，我的身体好多了。你跟你男朋友谈恋爱都3年了，我只见过他的照片。你呀，就是怕他生了，晚上只能吃个饭，你看方不方便？没事儿，不方便啊就算了。吃饭。怎么突然约我这里？我不是来跟你睡觉的。我们之间除了睡觉，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吗3年前我爸病重，我骗他说特效药是我男朋友。然后呢？明天是他生日，他想见你。我爸他年纪大了，可能也过不了几个生日了，就当是陪我演戏，可以吗？这次之后，我会跟他说我们已经分手，从此以后，我会消失在你的生活里。地址发我。芝，爸爸这身西装还行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你好，您就是我女儿谈了3年的男朋友。我是秦以深，抱歉了这么久都没有登门拜访，我给您带了礼物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别站着了，咱快坐下吧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以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以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这位小姐，您认识我女儿的男朋友？男朋友？她是你女朋友？我是谁啊？你先出去，我过后跟你解释。你这个贱人敢勾引我哥！不是，你这个丫头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秦佳佳，你别太放肆！哥，他只是你一时兴起玩3年女人而已。这未婚妻是欣姐，怎么能为了这个婊子？哥，打我！竟然为了这个婊子打我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伯父，很抱歉啊，今天这事是个误会，我会处理好之后给您个解释。想要您生日，我改日肯定登门道歉。我们走。慢着！爸，要不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秦先生，我女儿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爸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其实我跟秦先生没有任何关系，今天过来只想让他陪他哥哥演一场戏。宋小姐，对不起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。不过，如果温医生下次要再借我未婚夫演戏的话，还要提前跟我打声招呼。那3年前的特效药又是怎么回事？你这老爷子还没好好独立呢，这药闹够了没？你让他说，这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老东西还不知道吧？3年前你女儿为了给你续命，还上我哥的车，不然你以为这特效药哪来的？都是你的好女儿一笑一笑睡出来的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不是的，爸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要不是被撞见，恐怕假戏成真了吧？也就是我嫂子大度，不计较这些。但是今天你们父女俩竟然还在骗我哥，真是不要脸！伯父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别说了。本来就是嘛，他自己做的这些脏事还怕别人说？对不起，我跟温之之间。我老头子生对悲业，我谢谢你施舍的药，这个饭是我抢您的，这餐费我就放在这儿了。这，我们走。伯父，这礼物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您还是收回去吧。你手是不是伸的有点太长了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。你只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私事啊？哥，你怎么能怪嫂子呢？现在是你竞选的重要时刻，万一被二叔知道了，你嫂子怎么顺利订婚？你不是很有主意吗？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免除你在秦氏的一切职务，秦家的1分钱你也别想拿，自己想办法。我哥怎么能这样？还是嫂子聪明，一早就派人去跟踪文之，不然怎么会有这种好事？现在看来，我哥和文之是彻底不可能了。不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要让他彻底对秦以身死心，还有他肚子里的野种，我绝对不能。都是爸没有，都是爸没有，都是爸没有，是爸耽误了你。是女儿对不起。小志，你给爸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秦以身的呀？小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怀孕了？
赶紧把去医院，把孩子打掉。你让我留下这个孩子，他都要跟别的女人结婚了，你留下这个孩子又能怎么办？爸，他不知道我怀孕，你就让女儿认清一次。你去哪儿？现在月份少，我去给你买点能安胎的东西。是你。秦先生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今天的事我很抱歉，我没想到宋子怡会突然出现。今天也怪我，明知道你和宋子怡小姐已经要订婚了，我还单独约你出来。你父亲没事了吧？他没事。那就好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请起身。这3年以来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文之，算了，你还是别回答了，就这样吧。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祝你新婚快乐！我喜欢，很喜欢。你怎么样了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终于醒了，我们被绑架了。绑架？那我爸呢？他们被关在另一个仓库里。放心吧，人没死。秀，醒了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们？你当了我侄子3年小情侣，连他小叔都不认识。你是秦医生的小叔，那你为什么要绑架我们？秦医生抢了我的继承权，我当然要给他的颜色瞧瞧。你们俩，一个是他的小情人，一个是他的父亲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选。今天好，哟，来的挺快啊！你想要东雕的项目，我可以给你，我现在给我放了。谈生意多没意思啊！咱们玩个游戏，2选1。什么2选1？这俩妞，一个是你小姐，一个是你的未婚妻，就留一个，剩下的那个让兄弟们开开荤。你们这是犯法的！臭，闭嘴！既然你不服，兄弟们替你选。放开我！别碰我！医生，救救我！我不要在这儿！住手！没事。我带宋子怡走。秦家和宋家
都得到通知了。你一旦先救温小姐出来，那秦宋两家的联姻可就泡汤了。明月继承人的位置，怕是也没有什么比温之的命更重要。那就更不能先带温小姐离开了。这样的话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最在乎的人是温小姐，那她未来面临的危险可不只是绑架这么简单。秦总，您放心，一会儿您带宋小姐出来，我们的人会立刻进去，温小姐不会有一点问题的。你还是更爱你的未婚妻啊！这睡了3年的小情人，你是一点都不心疼啊！你说的对，玩了3年了，早就玩腻了。你喜欢的话，拿去。现在可以放人了。李生最后还是选择你就留在这里，等着被。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，还不算太多。秦医生，这一切都是宋子怡策划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医生，我只为了让你救他，这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秦医生，这是假的，是他们联合的。还敢跑？你敢动他？怎么后悔了？想救你的小情人啊？我是怕脏了小叔的血。秦医生，你文之，你之前不是问我喜不喜欢你？我现在告诉你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廉价的物，谈感情，你还不配。秦医生，求求你先救我吧，我怀了。医生，我头好晕啊，我们能不能先离开这儿？我害怕。秦医生，求求你先救我，他们不会杀害宋子怡的，求求你先救我。医生，我头有点痛，我们能不能先走呀？秦医生，求求你先救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纠缠了，我求你了。我操，这怎么有血？你居然怀孕了！真他妈晦气！那现在怎么办？不好了，南边的库房着火了，快跑！那他怎么办？秦隐身都不管他，我们管什么？跑！跑！阿志，阿志，你醒醒，阿志，别怕，阿志，保证你离开这儿。来人呐！我救你！我就是他怀孕了！快躲开！快躲开！只是趁现在，不要奔跑！等等我去找人，马上回来。走。有人！
是不是要回去救温之吧？放开！已经来不及了。阿芝，阿芝你在哪？阿芝，阿芝你在哪？阿芝，阿芝，秦总，你已经找了很久了，又受了家法，这样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。阿芝，你一定在等着我呢，我来救你了。阿芝，阿芝你在哪啊？秦总，警方已经说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。温小姐她恐怕已经……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阿芝她肯定还活着，阿芝还等着我去救她呢。给我找，给我继续找！温之他死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别骗自己了，怎么有人能在受了重伤之后还能从火场里逃出来？他早就跟这堆废墟一样，被烧得灰飞烟灭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阿芝她肯定还活着，她还等着我去救她呢。怎么不可能？秦深，你别忘了，是你亲手放弃她的。秦总，秦总。 하지만 난 말야 너의 밖에선 살 수 없어 내겐 너 하나로 물든 시간만이 흘러갈 뿐이야 사랑해요 고마워요 따뜻하게 나를 안아줘 이 사랑 때문에 나는 살 수 있어 一个死人而已，终究会忘记他。 怎么一回国就来这里？来看看这个曾经自己被抛弃过的人。在这里，我失去了我的父亲、我的孩子，还有我的一只手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你现在不叫文池，叫冷月，是冷氏集团的总裁。是啊，要不是当年你和双鹰救了我，也不会有现在的冷月。哦，对了，明天的拍卖会确定有我的意见吗？确定，不过秦风奶奶也在。也是时候该见见。 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Can't find my way to not lose you. Why is it so complicated? 秦总，3点了，你每次一想温小姐就会来这个地方，想不想她一定还活着。你明天还要参加慈善拍卖会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今天的拍卖会，还有冷氏集团的总裁也会来。当然知道，今天在场的人怕都是为了这位来的吧？要是能跟这位冷总搭上线，我这一整年的业绩可就有。就是不知道这位冷总是男是女，全名叫什么？待会儿啊，可得好好见见。这个冷总有这么厉害吗？之前我哥预约他好几次，他都避而不见。冷家是港城的顶级豪门，跟你们秦家不相上下。只不过这些年冷氏一直针对我所事，就好像跟我有仇似的。哎呀，嫂子你别担心，到时候等冷总来了，我们套个近乎不就完了？我都打听好了，冷总这次过来是为了一枚玉戒，到时候我把这枚戒指拍下来，再转送给他，说不定还可以帮以身跟冷氏搭上关系。到时候，
到时候说不定我哥就把你娶回家了。讨厌，你就知道取笑我。你们不用跟着了，我的身份下不要对我公布。可是今天这场拍卖会有不少人都是冲着您来的，我怕您会有危险。无妨，等会儿村委会过来。是。这是谁家千金，长得这么漂亮？是啊，长得真漂亮。漂亮有什么用？这里最漂亮的明明是嫂子你。不过就是一个不行，我要给她点颜色瞧瞧。喂，那个谁，给我倒杯酒。说你呢，没听见吗？是，有事吗？你是温之？不对，温之早就死在3年前了，他不可能是温之。可为什么天底下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？嫂子，虽然这个人跟温之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气质跟温之千差万别，他应该不是温之吧？对，他不可能是温之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们认错人了。是吗？那下次阿瑞卡看仔细，不然碰到谁都要扑上，显得很没有教养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？我可是秦佳佳，我哥是秦以身，秦氏集团的总裁。这位是跟我哥订婚3年的准嫂子，宋氏集团千金宋子怡。订婚3年还是准嫂子，也是赏金。你，那是我哥工作忙，没时间结婚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，在这里指手画脚，全都花枝招展，说不定你是来钓凯子的。这里还没有谁能入我的眼。真是狂妄！知不知道今天冷氏集团的龙总会来？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。龙总？那你们也是来巴结龙总的？你算了，佳佳，万一他背后有人撑腰呢？我们还是不要得罪。有人撑腰怎么了？我哥是秦以身，有谁不敢把秦氏放在眼里？你给我跪下，给我道歉！真是愚蠢人的教养。这是秦家小姐吗？怎么突然被打？人家的秦小姐得罪了秦家，难怪要大难临头了。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！这次就当是替你哥管教你，下次可不能再沾网了。我秦家的人什么时候需要外人帮忙？是秦总来了，这人打秦总的脸，马上就要有好果子吃了。哥，刚刚这个贱人打我！你注意点措辞。这位小姐，如果刚刚是我妹妹冒犯你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但如果是你惹事在先的话，我也请你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想打便打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声音。文之，3年了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不是文之。什么？哥，他不是温之。刚刚我跟嫂子也认错了，其实他真的不是温之，只是长得有些像罢了。他就是文之。文之，你是在怪我吗？说了我不是文之，你认错人。文之是谁呀？为什么会让秦总如此失态？3年前，秦总有个情人叫温之，后来在一起绑架中死了。这些年，秦总一直在找他。可不是嘛，之所以迟迟不娶宋家小姐，不就是因为计划里成了温之吗？
如果秦总想要替妹妹讨个公道，你随时奉陪；但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先走。你原来在这个地方不是有块胎记吗？怎么现在没有？这人疯了吧？居然敢打秦总！你敢打我哥，你疯了吧？秦家人都这么没有教养的，妹妹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人，哥哥也粗鲁无礼似的认不清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刚刚是我失礼了，给这位小姐道歉。哥，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是我们认错人了，我让我妹妹跟你道歉。文芝，真的不是你吗？本彩英系图馆，起拍价150万，200万。喂，你怎么不进牌？没看上。接下来压轴的开局，我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，这是欧国伯爵夫人戴的女士玉戒，起拍价500万。这是冷总心仪的产品，只要我拍下来送给冷总，我们宋家也不会再受大压力。 600万。这位女士出价100万，瞬间就涨幅了100万，看来这位女士势在必得呀！好，600万一次，600万2次，600万1000万。1000万呀！这位女士出价1000万，又涨幅了400万。这枚戒指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是很感兴趣的话，就不要故意抬价格。巧了，我很感兴趣。感兴趣也要掂量自己身份吧，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的。再说了，这枚戒指是我们要拍下来送给龙总的，最好不要捣乱。你要送给龙总？怎么，龙总的年号你可能不知道？虽然他今天不在会场上，但也不是你这种人能巴结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更得竞价了，就看宋小姐的心意是多少钱。1000万一次，1000万一次，1000万，1500万。这枚戒指顶多值1000。没关系，对冷总的心意5000万。 1000万，你达到5000万了！你疯了吗？你有这么抬价的吗？我只是想甩掉一些穷鬼人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要拿。 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1000万。看来宋小姐的诚意也很一般。1个亿！我没听错，这个拍品居然拍出了1个亿，这太令人震撼了！你疯了？你们宋家什么情况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没事。你还要跟吗？不跟了。什么？感谢宋小姐对贫困地区的一番贡献，1个亿买一个戒指，这种好事还是让给宋小姐。你耍我吗？刚刚是你故意抬高价格，你还不算太笨。成交。宋小姐，根据规定，拍品一旦被拍下，需要立刻支付费用。你看，咱们这边。宋小姐作为秦先生的未婚妻，不会连1个亿都付不起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嫂子可是宋氏集团千金，区区1个亿不在话下。交付成功，这个是您的赠品。嫂子，我们有了这个玉戒，冷家肯定会对我们青睐有加的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蠢啊！哥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一直没得空问，这位小姐怎么称呼？我啊，我叫……我的身份你们还不配知道。我看你是怕说出来让大家笑掉大牙吧？
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八成不知道是别人的媳妇吧？哥，你不要被他的脸欺骗了，他不是温之。你们总说这个温之，这个温之到底是你什么？是我一位故人，我找了他整整3年。是吗？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温小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想必她离开了，就是不想跟你们有过多的纠缠。人呀，还是不要总活在过去。医生，戒指我们已经拍到了，不如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等一会儿冷总来了，我们再把戒指送给他。你开心就好。3年了，本以为可以平静地面对秦医生，没想到还是会有波澜。秦先生来女卫生间，应该不会是迷路了吧？我在等人。宋小姐不在里面。你在怪我，对吗？怪我3年前没有先救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虽然你消除了背后的太子，但我知道你就是温之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试试就知道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记得你这里聪明的。秦先生，要不要试试右边？我右边也很敏感。怎么不继续了，秦先生？你到底是谁？只要秦先生想，我也可以是温之。母亲，我失礼了。秦医生，3年了，谁还会是从前的模样呢？医生，刚才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很久。刚刚秦总在女卫生间迷路了，不过幸好遇到了我给带回来了。这宋小姐的未婚夫可要看好了，这次迷路的是在女卫生间，下一次说不定就是在别人的位置。你。哥，你没看见他一直在挑衅嫂子？我跟你说过，宋子怡只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别整天一口一个嫂子。那你们结婚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宋氏的危机结束之后，我会立刻解除婚约的。是因为他，就因为他顶着一张跟你旧情人一模一样的脸，所以你才把我解除了。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我只是不爱你。我哥说的都是气话，都怪刚才那个女人，都怪她长得跟温之一模一样，她肯定是想勾引我哥。不管是谁，都不能从我身边抢走雨神。周小姐开的面霜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能赏脸喝一杯吗？您是左撇子？小时候右手受过伤，手上记。你右手的伤是怎么？爸，快躲开！这是我的私事，秦先生越界了。是在火场里伤的。哥，你干什么？我问你到底怎么伤的？看来秦先生还是想在我身上找到过人的影子。
小时候受过伤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秦先生对我小时候的事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换一个，好好的聊一聊。你居然当我嫂子的面勾引我哥，怪不得半天不见你的男伴，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！脑洞这么大，那些本就不行。你少在这装清高，都半天了也不见你的男伴，他还没到。那你倒说说，你男伴是谁？告诉你们人，他叫谢从言。谢从言，那可是冷氏集团董事长的独子，怎么可能是他的男伴？我有幸见过谢总几次，他应酬可从来不带女伴。听见没有？撒谎也不打草稿，谢总也是你能高攀的。谢从言是个傻逼。哥，他就是瞎说的，他估计连谢总的面都没见过。你的男伴到了，还真是谢总，他真的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他该不会是特意来找你的？我记得你们之前见过。不会吧？要找应该是找我哥。怎么也不好好转移？怎么来了这么晚？都是暗恋堵车。 새로운 세상 문이 열려 있죠. 그대 안에 있네요. 你们，这位小姐，这是谢总的人。看谢总对他的态度，不只是女伴这么简单。你再面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今晚的男伴，谢总。 秦总也在。好久不见，还从未见过谢总带女伴出席。这位，我介绍一下。谢总，既然您来了，有一件事情您可一定要帮忙。什么？我代表宋氏为冷总拍下了一枚玉戒，还烦请您帮忙。闹了吗？送你。什么？他是冷总？原来大家还不知道。 是我就是冷氏集团新上任的总裁冷月。那他居然是冷月。原来这就是冷月。听说1年不到的时间就让冷氏股票飞涨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冷总是位女士，还长得这样漂亮。冷总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笔我替你当是赔罪。无妨，有眼不识泰山的不止你。 刚才秦先生还把我当成旧情人。抱歉了，冷总，刚好都有得罪。无妨，希望以后可以多跟请你。梁总，这枚玉戒是我特意为您拍下的。虽然我们之前有一些误会，但是我们宋氏也是诚意要跟您合作的。本来是想自己拍下的，可是经过了别人的手，味道都变成了。 竟然真的是冷氏集团的冷总，那他刚才就是故意抬高玉戒的价格。哥，我们刚才这么多，他会不会针对我们？哥，你干嘛去？还留在这干嘛？接着丢人现眼吗？你要是不喜欢宋家，明天我就安排。 一棒子打死多没意思，我要看热锅上的蚂蚁经得条件。冷月，25岁，冷氏集团董事长收留的女儿，据说之前一直被冷家保护在国外，直到3年前才回到港城。3年前的资料还能查到吗？不能，只知道生活在国外，但是查不到任何生活痕迹。就这样，你出去。对了，秦总。 您之前跟温小姐住的浅水湾别墅，最近有人想要出高价想买，无论多少钱我都不会买。医生，我求你救救宋家！发生什么了？一夜之间，宋家的资金链全都断了，很多项目都被取消。我爸一问才知道，这家
全部都是冷氏授意的。是，那天在拍卖会的时候，我和冷小姐是有一些误会，可是她也不至于让我宋家破产吧？况且，那天在拍卖会上得罪她的又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家族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会这样对付宋家，下一个就有可能是秦家。你不用强行把秦宋两家绑定在一起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可以替宋家出面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宋家跟婚约，你自己审。就这么让你厌恶吗？就算没有了温之，你也不愿意选择我是吗？不是我不愿意选你，你从来都没在我选择范围里。晚上帮我约一下冷总，就说海城的项目秦氏愿意出全资。不用晚上了，冷总一定有餐厅在等您呢。为什么选这家餐厅？怎么，秦先生不喜欢？秦先生，我老头子真对卑贱，我谢谢你施舍的药。没有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海城的项目我愿意全部出资，但还请冷小姐可以高抬贵手，饶了宋家。原来是给未婚妻当说客，看来秦先生很喜欢宋小姐。你约我不是为了海城的项目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想请秦先生陪我去看一套房。看房？你说要买的房子就是这里啊？没错，就是秦先生的这套房子。对了，秦总，您之前跟温小姐住的浅水湾别墅，最近有人想要出高价的。无论多少钱我都不会买，就这套。你就是那个买家。我很喜欢这套房子，秦先生开个价吧。抱歉啊，冷小姐，这套房子我不卖。如果冷小姐喜欢的是这套房子的户型，那我名下还有……我就要它。那冷小姐可能要失望了。不过是一套房子而已，秦先生却如此暴躁，难道这里金屋藏娇了？这跟冷小姐没关系。不卖也可以，但既然都到这儿了，秦先生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冷小姐请。这里居然还保持着3年前的模样。冷小姐，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好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别大惊小怪了，这个是啊。别在家放这么阴森的东西，行不行？可是我上医学课需要人体架构，而且下周就要考试了，所以我才把小白带回家。你管他叫小白？是啊，小白下了秦先生的嘴。当然没有。以后拿这个给他带上。别碰！抱歉，冷小姐。小白是我的心爱之物，我不太喜欢别人碰它。理解。冷小姐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到底怎样才能放了宋家？我想要这套房子，或者什么？秦先生，不如猜猜看，我还缺什么？冷小姐这样身居高位的人，还能缺什么？缺个情人。要我可以给你，温小姐能给我什么呢？秦先生位高权重，还能缺什么？
谁都请这儿。你到底是谁？秦先生想我是谁？你买这套房子，我可以理解为巧合，但话都说的一样，这未免也太刻意了吧？陆小姐，你这么处心积虑的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对秦先生竟倾心。你只不过长了一张跟他相似的脸，不要妄想以这种方式接近我。冷小姐，这套房子我这2天就叫人收拾干净交给你。同样，冷小姐，还希望你能放了宋家。你这样大张旗鼓的搬进去，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吗？温之是青涩的、单纯的，现在的冷月会化精致的妆，会梳一丝不苟的发型，连我都找不到从前温之的影子了。凭借着一模一样的脸，谁又会觉得冷月就是从前的温之呢？那海神的项目真的也要给宋家吗？不过是暂时给他们点甜头而已，适当的妥协才能让敌人放松警惕。包括接近秦以山。是啊，我就是要让宋子怡亲眼看他当初费尽心机得到的男人，我如今勾勾手指就能得到。你勾勾手指就能得到的男人，不止秦以山一个，我也是。很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医生，冷总他今天真的会来吗？海城的项目是秦家、冷家、宋家3家共同投资的，他没理由不来。可他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，不如我们就先开始。宋小姐，就这点耐心吗？这位就是冷总吧？久仰，久仰。人都齐了，可以开会吧。各位，今天的策划会由我为大家讲解。哎，等一下，冷总是有什么问题呢？这次策划案是由你们宋氏做的，不如就有请宋总亲自为我们讲解。这，我爸可是集团董事长，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是吗？那宋小姐贵为宋氏千金，又是秦总的未婚妻，想必能力出众。那由你来替我们讲解也是可以的。既然是冷总要求的，那你就去讲吧。这份策划案我压根儿没看，我能怎么讲解？这个冷月分明是故意为难。怎么了，宋小姐？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这就是宋氏合作的成功。冷总，您别生气了。你赶快给我上去，给冷总好好讲解我们的策划案。宋子怡，3年前你带给我父亲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请宋小姐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张流程图。这张图是堂堂宋氏千金，业务竟然这样差劲。是啊，连个流程图都不懂。看来宋小姐的业务能力还得被提高啊。那这次合作，冷总，我求求你不要撤资，我们宋氏还指望着一个项目翻身呢。您要是撤资了，那我们宋氏就破产了。可是我这钱投了也不放心呀。秦总觉得呢？我承认我是不够优秀，那冷总靠爬男人床坐上冷氏总裁的位置，你难道就很优秀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家还不知道，你们以为他一个女人凭什么在3年之内坐上冷氏总裁的位置？还不是谢总眼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区一个冷家的小女人。给老子闭嘴！打我！给冷总道歉！这宋小姐还真是以己度人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是女总裁，都是靠男人。我是冷家的养女不假，但既然我坐在了这个位置上，你们宋家的生死就由我掌握。冷总，
都是我教你无方，回头我好好教育他。您看那个投资的事儿，投资的事再说吧，至少今天我没心情。哎，冷总，哎，冷总，我丧了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谁打你了？不要难干！这个冷月怎么感觉跟你有仇似的？那他真的是……你今天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？心疼了？我只是想项目能顺利进展。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情侣，我可以不给他送钱。我已经把浅水湾的别墅给你了，别推到孙经理。人总是贪心的，秦总对着我这张脸，你舍得拒绝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哥有你的未婚夫。你出去！听见没？叫你出去呢。我说你们两个都出去。行，那秦总，你回去。等一下，冷总想要什么样的男人？为什么偏偏要勾搭我的未婚夫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想要爬上总裁的位置，就得靠爬男人的床。我看秦以身就很难做。那冷总知道上一个爬他床的女人是什么下场？说说看。那个女人叫温芝，跟冷总您长得很像。本来她只是以身随便玩玩的女人，但偏偏她有了不该有的心思。后来我跟她都被绑架了，绑匪说只能救一个。冷总猜猜，以身他选了谁呀？最终以身带我离开了，而那个女人和她的父亲被活活烧死。哦，对了，事故之后现场还找到了他父亲的胶水。冷总的反应好像有点大。我只是比较好奇啊，现场还能找到胶尸，找到了又有什么用？又没有人认领，还是附近的居民心善，把它埋在了那处仓库。冷总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带您去祭拜。跟我无关的人，我去祭拜做什么？嫂子，如果他真的是温芝怎么办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怎么样？查到了吗？是我爸的坟吗？仓库后面的确有洞。一定是爸爸，难怪当时我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我现在去找他。你冷静一点。宋子怡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你，就是希望你自投罗网。当年我爸拼死把我从火场救出，现在他的尸体就潦草的埋在郊外，像孤魂野鬼一样无家可归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是宋氏千金，不需要做这些。可我也是你的未婚妻啊。我强调过很多次，我会解除婚约。我在你心里，难道还比不上那个死人吗？他没有死。宋小姐，仓库那边有人去了。温芝，果然是你。看清楚他是谁了吗？我们距离远，并没有看清。废物。那我就亲自去看看，你到底是人是鬼。嫂子，你真确定去的人是冷月？8九不离10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挡到我的路了，滚开！我家老板说了，若是宋小姐有意公司文化，恐怕要拿宋家整个家当来换。什么？嫂子，那我还继续往前走吗？不必了。那冷月真的去坟地了吗？港城冷家的人，就算没有亲眼看见冷月，也足以证明
冷月就是温之了。那咱弟埋的真的是温之的父亲？不是，是你的小叔秦天豪。什么？我小叔？没错。那嫂子，你岂不是让温之去击败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试探他的真实身份。当年我们只是绑架了他，也不知道会起火。那他是不是会回来报复我们？你怕什么？他可是冷月，有权有势，连我哥都要敬他3分。嫂子，要不然我们收手吧，只要他不纠缠我哥，也不妨碍嫂子你什么事啊。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你哥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就是这里吗？这里竟然是我爸。我已经求证过了，这人就是在火海中葬身的，当时尸身没有家属认领，所以就……别这样，不是你的错。曹烨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跟我爸谈次谈话。对不起，是女儿不孝，这么晚才来看你。谢总，有其他车正往这赶来。走，跟我进去开谈。当年的绑架案就是宋子怡设计的，我会让她受到惩罚。爸，这是你当年最喜欢吃的桂花糕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爸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不会让他付出代价。秦总，好巧啊！在坟头碰到也算不上巧吧，冷小姐。这埋的是你的父亲吗？不是。可我看冷小姐的样子像是在祭拜亲人。冷月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只是路过这里，看到有一处土坟，想到我已逝的父亲，有些感慨而已。难道秦总连这个也要管？那你知道这埋的是谁吗？可能是附近的流浪汉吧。是的。那是谁？3年前，这个地方发生过一起绑架案，这埋的就是那起案件的主犯，我的小叔秦天豪。宋子，我还真是想求你。当时因为他罪孽深重，秦家当时没有认领他的尸身，人就草草的埋死。是吗？那这样的人留一捧土，都算是便宜他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不用了，有人接。你要喜欢这块地，我派人就行，不用大晚上过来。那秦总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宋子怡居然敢戏耍我，那就让他为此付出代价。老子下令让全行业封杀我，这是要把所有事我全都上逼了。爸，要不是那天你连个策划都不会相信，冷总会针对我们吗？难道您还看不出来吗？那个冷月就是故意针对我们。那就想办法赶紧嫁给秦医生。现在能和冷氏对抗的只有秦家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有，你不会用点手段吗？我知道了。温之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
你来干什么？知道你加班，所以过来给你送宵夜。你把这点心思花在工作上，宋氏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医生，我今天换了新的香水，你闻闻看。出去。医生，我们已经订婚3年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娶我？你在香水里下药。你难道就不想要我？苏子怡，你用这种方式不觉得恶心吗？爸，对不起，你走了3年，我却连你的尸首都没能找到。这么晚了，谁在敲门？阿芝，开门！阿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秦总，你阿芝，你是在怪我吗？对不起，阿芝，3年前我应该先救你的。我这3年每天都活在悔恨之中，阿芝，对不起，阿芝。3年前你问我喜没喜欢过你，今天我告诉你，我感激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冷月。对不起，冷小姐，我重要了，你快离我远一点。这是我家，你让我去哪儿？是我冒犯。秦水，想让我做你的解药，得付出点代价才行。你真好。别动！那是我好难受，我喘不上气，你帮帮我去。酒精可真是一个好的加速器。你在叫谁呀？等阿芝死了，让你亲手就在火场。不是，3年前我是身不由己的。身不由己？你知不知道，3年前那场绑架就是宋子怡策划，那场大火也不是意外，就是宋子怡要置我于死地。我都那么求你了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你这叫身不由己！阿芝，3年前我还没有接手秦氏，集团内斗严重，我如果帮了你的话，那他们都会知道我们的关系的。说到底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清醒。
别离开我。果然，他还是恨我的。文治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你的愧疚和怀念，你就开始心软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这样。昨晚我和冷月醒了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玩玩而已。秦总别当真。玩？是啊，秦总不会还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冷小姐向来对这种事情这么随便吗？成年男女各取所需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不过什么？不过秦总的技术有待提高哦。把你这俗气的头绳换掉，我不喜欢。不行，这对于我来说独一无二。这不过就是个廉价的头绳罢了，有什么独一无二的？这个是我爸送给我的，而且你看，这里是我不小心摔的，有了这个缺口，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。难道他是？冷小姐，这是什么？不过就是一个头绳而已。怎么，秦总还喜欢小女生的东西？这是温芝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秦总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便继续用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居然以为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，冷小姐，可以让我拿走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昨天晚上，对不起，冷小姐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也包括让你当我的情人吗？除了这件事。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那你……不过我很好奇，是谁给你下的药？宋子怡。我听说秦总跟乌文熙挺爱的，看来好像跟传说中的不太一样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们只是商业婚姻，没有感情。那秦总对谁有感情？那个叫温芝的吗？这跟冷小姐没关系。既然与我无关，那这个无关人等的家，还请秦总立刻离开，慢走。冷总，您稍等一下，秦总马上就来。谢谢。让冷总久等。宋小姐还真是阴魂不散呀！我怎么记得这个项目宋小姐已经没有资格参与？女生收购了我们宋氏，我现在也算是秦氏的员工，过来接待一下你。宋小姐还真是能屈能伸，这从未婚妻到员工，人都差不小吧？这不都是拜冷总所赐？如果不是你们冷氏刻意打压，宋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不行，喝点什么呢？
刚刚会议室一直有一个苍蝇叫个不停，宋小姐帮我打苍蝇来着。不好意思啊，冷小姐，下次我会让人注意会场卫生，不再打扰你。没事。开始吧。海城人口住宅密集，老龄化严重，很适合发展养老医疗项目。散会吧，大家先去休息。怎么样，冷总？这版方案还满意吗？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刚好也到了午饭时间，我还有几个其他的项目想跟冷总聊，不知道冷总有没有时间？省不了，边吃边聊。好啊。秦先生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吃饭？以后子怡还要多多麻烦冷总，请顿饭应该的。你好，先生，你们的菜钱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居然都是我3年前最爱吃的，难道秦也是在试探？这些菜还合胃口吗？我不挑食。这些都是温之喜欢吃的。秦先生记得还真清楚，但3年前喜欢的，3年后不一定还喜欢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我只是说温之喜欢吃，可从来没说是从前还是现在啊。那是我理解错了。说起来好笑，我经常能在冷小姐的身上看到温之的影子。毕竟人长得相似，秦总有这种错觉很正常。我听说当年温小姐是在一场绑架案中失踪。谢谢，求求先救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救他了，我求你了。当年绑匪问秦总只能救一个，秦总选择了救自己的温琪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祸灾，但秦先生确实抛弃了他。我想那时候他应该很绝望吧。我知道他一定很恨我，我也很恨自己。我在火场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可我相信他一定还会来。我一直在找他。那恭喜秦总，现在找到了。3年前他问过我一个问题：这3年以来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温之，算了，你还是别回答了，就这样吧。 3年前我就想告诉你，秦总，这么巧，聪雅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和客户在里面吃饭，看到你在就过来。哦，没打扰二位吧？没有，谢总。不是和你说了，酒就不要喝了。谢总对妹妹可真好啊。冷月虽说是我母亲领养的，可我并没有把她当。 时间不早了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家吧。我送你。秦总跟我不顺路，聪雅送我就好。那秦总，我们先走了。秦医生已经开始怀疑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已经开始心软了，对吗？ 温之，为什么你的心又开始摇摆了？我都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没有资格心软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该去会宋子怡了。副总，已经安顿好龙总了，不会再有安全问题了。另外，我找到了龙总在国外的病历。 3年前，冷总右手手腕出现了重伤，就诊的医院恰好是秦氏指挥，所以我才能帮你。3年前我在右手受伤，我不相信这是巧合，还有其他信息。3年前，
您在活城找到了温小姐父亲的尸体，我记得当时还留有皮肤样本。只要您能拿到冷总的头发，我们可以去做 DNA 检测呀。冷月，不，或许我应该嫁给温之更合适。答案重要吗？你不是已经笃定了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是换了一张皮，准备回来找我报仇吗？你本来就该死。我该死？你是有什么证据吗？你怎么确定你没有呢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就不好奇，怎么当年你一手策划的绑架案，不仅没能杀了我，还成就了你？你不觉得当时的计划进展的太顺利了？你真觉得入局的是我？不可能，我找的都是专业的人，不可能会出纰漏。而且你爸也死了呀，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的话，你爸就不会死。你炸我？对，是炸。没想到你蠢的都被我费力气。手机录音室了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证据？从你进入这家店的开始，我就开始监听录音。感谢宋小姐证据。先，王之，你给我站住！秦总 ，DNA 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。真的是他。报告不会有错，冷总就是温之小姐。秦总，不好了！宋小姐的餐厅和冷总发生了冲突，还失手打伤了冷总。现在人已经跑了。你说什么？感谢秦总跑一趟，冷月需要休息。秦总，请。你能不能让我伤他的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有什么资格见他？我跟宋子怡根本就不是那种。出了事，秦总除了会撇清关系，还会干什么？5万块钱，我来照顾他。秦总，请自便吧。我已经派人去找宋子怡了，他逃不掉的。没用的，就算找到他，证据也会被销毁。温晨，等海城项目结束之后，我们订婚吧。我以为最先能找到我的人会是冷月。3年前你到底为什么？你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放火害温之啊？因为我的眼里容不得杀子，我爱你，我就不允许你的心里有别人。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但你有什么资格指责？当年你是有选择的，是你自己不敢赌，是你亲手放弃了他，所以你才是凶手。你什么意思？秦以山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当年你害死了2条人命。那天死的除了温之的父亲，还有你。什么？当年温之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我这以后再也不求他，我求你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你觉得他还会原谅你吗？他恨你还来不及，他现在是冷月，不是温之。他回来就是为了报复我们的。你闭嘴！你还认不清现实吗？他早就不爱你了。齐总，医生，滚！
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秦总，你也是被宋小姐给骗了。那我和她呢？还能再重来？我现在找她能说什么呢？就让她永远做冷月，不好吗？秦总这么晚来找我，有什么事？听说你受伤了，来看看你。那秦总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受伤。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我的身份。我不知道。可晚了，我先走了。其实你早就猜到了，只是还一直不确定。就是在这里，我当了你3年的金丝雀。虽然很没想成，但是这3年，我确实爱上你。对不起，阿芷。别这样叫，我现在是冷月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是我活该的。之前我确实恨你，不过我发现你不值得，而且恨只会让我更痛。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想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当你一次情人吧。从来都没把你当过情人。这3年来，不只是你付出了爱，我也有啊，我也很爱你。爱我还险些让我葬身火场，你爱我还一脚踢掉我的孩子。对不起，秦深，爱让我恶心。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让我原谅你是吗？只要你拿着这把刀捅你自己，开心了，说不定就原谅你了。怎么不敢？就知道你倾一生最爱的是你自己。不要命了！如果这样你能原谅我，我愿意。阿芷，你错了，我最爱的就是秦深，秦深。好在伤口不深，没什么大事。现在的小夫妻啊，一吵架就动刀子，这实在太危险了，以后可不能这样啊！我们能好好谈谈吗？你不要误会啊，今天我救你，只是不希望你死在我家。我知道，但是连罪犯都有机会为自己赎罪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个机会？你要赎罪，应该去跟我死去的父亲还有孩子赎罪。这么想让我死？求之不得。阿芷，哎，魏小姐，本来有些话，我这个当下属的不该说，但是如果不说，您永远不知道秦总对你到底做了什么。4年前，秦总拼了命冲进火场，但没有找到您，只带出了您父亲的尸体。他自己在火场中也受了重伤。在这之后，秦老爷子因为这件事情大怒，秦总被执行了家法，整整99鞭。那是一条满是荆棘的鞭子，每一鞭打在身上，都叫人痛不欲生。在那之后，秦总昏迷了半个多月，但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您。魏小姐，本来我当下属的不该说这么多，但是如果不说，我真的不忍心看见秦总被您误会。够了，你别说了。我想说的只有这些，剩下的你问秦总吧。他刚才说的话，你别……我用剑骨。什么意思？刚才那些难道不是你让特助配合你演戏吗？没想到你连这种伎俩都演出来，我还真是高估你了。我在你心里就
这么不堪。你觉得呢？阿芝，我说了，我不是文职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我马上就要跟谢策远订婚了，还请秦总跟我保持距离。你要嫁给谢策远？没错。你爱他吗？我不爱他，难道还爱你吗？哦，对了，如果秦总还想跟我继续纠缠下去的话，可以考虑当我的情人，见不得光的日子。好啊。先生，你有自尊心的吗？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我可以没有。随你的便。你和秦雨生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和他没有可能，而且我们已经马上要订婚了。可我们的订婚是假的。文志，等港城的项目结束，我们订婚吧。港城传来消息，我已经命中。你知道，他总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，就当是哄他开心了。没问题。假的能骗成真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的，这些年我是在等你。你和秦雨生有3年，难道和我就没有3年吗？我知道感情的事情不可以用时间来衡量，可你一直困在过去，就没有办法现在开始。文志，你也看看我，可以吗？秦烨，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，我也很感谢你3年前救了我一命，但是感恩不是感情，我只把你当成我的兄长。那我可以抱抱你。算了吧，我不想给你任何希望。你就知道，你对不喜欢的人永远这样一分寸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小美女，穿这么少让跟我嘴啊！滚开！我可是秦家千金，别碰我！什么千金万金的，下也玩玩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啊，那好像是秦佳佳，下去帮我一下。哪个不长眼的？赶快老子好事儿！有本事给我下来！操，真是找死！兄弟，一上干死他！干他！你给我等着！先生，谢谢您救了我。不用谢我，不是我想救你。是你救了我，不然呢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对你可一点都不好。一码归一码，我虽然不喜欢你，但是也不会袖手旁观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麻烦告诉一下宋子，让他去自首，不然再这么下去，只会判得更重。宋子怡和秦佳佳在一起，你的人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，肯定是和秦佳佳在一起。那我派人跟踪秦佳佳。不用，他早晚会自己出来。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我都要饿死了。我哥住院了，我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自己拿刀捅。是不是温之那个贱人？是不是他逼他的？我哥已经出院了。洗衣姐，你先吃饭吧。你怎么不叫我嫂子了？你以前都是叫我嫂子的。洗衣姐，要不你去自首吧，说不定能从宽处理。你说什么？当年的事情确实是你不对，杀人放火本来就是犯罪。真的是温之那个贱人逼我的。可是我哥真的不爱你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可你现在连你也不想温之了。是。对不起，子怡姐，我没办法再包庇你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来了。发现了没？说让我最后再利用你。刘妈，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怎么还来做早餐呀？怎么样，早餐还满意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试了以前的密码，你没改。滚出去！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让我做你的情人。是情人，但是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出现，不需要你的时候，请你立刻滚出去！
还敢给我打电话呢？怎么不敢？你妹妹现在在我手里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给你发了个地址，你马上到这儿来。你知道的，人到绝境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哪位？谢先生，想不想赌一局？以前我当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一直在撮合你和我哥，现在你居然要害我！姐妹，如果你不是秦以深的妹妹的话，本就懒得搭理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算我哥对你不好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要怪就怪你自己蠢了，怪不得我哥不喜欢。这个恶毒的女人会遭天谴的。没关系，就算生不能在一起，能死在一起，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干什么？看来咱们中计了。不好了，龙总，叶总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雨深，这个位置你熟悉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3年前就是在这里，你抛弃了温之，而选择救我。这是我这辈子最……现在你和谢聪衍都被绑架了，你说你心心念念的温之，他会救谁呀？你把温之也叫来了，你要敢伤害温之，让你整个宋家陪葬！一个温之居然让你们俩都这样活着，还真是让人嫉妒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俩他会救谁。宋子怡，你的人都已经倒下，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别再挣扎。你不会以为我就这一点成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吓他！游戏还没有开始，我怎么能先死？玩个游戏吧。2选1，聪明。现在他们2个人身上都有剑，一旦点燃，再帅气的镰刀也会血肉模糊，就像烟花一样，砰的一下就炸开了。谢从也是你的未婚夫，我看他手上还戴着订婚戒指，体现对你一片深情。雨深呢？你们俩曾经输了那么多，不就是让我2个人选一个吗？那你考虑一下吧，选谁呀？不需要考，把车给我。雨深，你听到了吗？温之他根本就不爱你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放人。你可以滚了。走，雨深，这下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反正我已经没有活路了，能跟以深一起死，黄泉路上加油吧。怎么，后悔啦？没有。温之，怎么了？我们回仓库去救秦医生。从远。你不要自欺欺人，你心里有他，就不要留下悔恨。你之所以选择救我，就是笃定了宋子怡是爱秦医生的，不会对他怎么样。当你知道宋子怡要和秦以生同归于尽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心慌了。对不起。不要说对不起，你不爱我不是你的错。我们一起回仓库去救秦医生吧。医生，你看，最后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你要我的命，我可以给你，把秦家家放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，毕竟她是你的亲妹妹。
别过来，快走，走啊！好了，现在就这样。生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太爱你，太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温之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我。可我最爱的是温之。你到现在还想着他？好呀，那我们就一起死。温之，求求你救救我哥，宋子怡他疯了！州长，阿芝，你们还敢回来，真是找死！那就要看看是谁先死。你再敢过来一步，大家就一起死！别伤害我哥！宋子，3年前你纵火杀人，只要你去自首，还有活的机会。现在简直是死路一条，那都是你逼我的！大家快走，要爆炸了！快走啊！刀，拿刀割断！快，让我来！别白费力气，根本就割不断。水，拿水，拿水，找水！这怎么可能有水？阿芝，谢谢你能回来。一定有办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炸弹是假的。钱医生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舍得让你去死？可是他必须死。放手！钱医生，钱医生，快送医院！钱医生，快点，再开快点！你放心，钱医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阿芝，你别哭了，再看不见你哭。钱医生，你不是让我原谅你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我们就重新开始。钱医生，钱医生。放心，一定没事的。我哥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好。你好好照顾你哥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不等我哥醒来吗？他醒来看见你一定很开心。我就不去了。求你别走，钱是我不对，我不懂事没脑子，跟着宋子怡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很多事情我哥都不知情，这3年来他满世界的找你，他真的很爱你，你能再给我哥一次机会吗？不好意思。你看这页已经多少时了？谢谢。既然心里有他，为什么不去见他？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。我认识的温之可不会因为害怕而迁怒。那这有2个选择，一个写着去，一个写着不去。你既然害怕做选择的话，那就交给上天吧。去吧。谢谢你，秦远。别看了，温之不会来了。大夫说了，伤口恢复的还是有些慢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谢谢啊。
给我办理出院。你疯了？明天见，刚刚护士说的。我等不了。别折腾了，就算是要去找温之，你也等到伤养好了再说吧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对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温之姐你来正是时候。那你先拿，我先走了。躺回去。你之前说只要我醒了你就原谅我，这话还算数？不算数。真的要嫁给谢从言？也不嫁了。那我……你只是个情人。那可以转正吗？我考虑考虑。